天宝10年正月，大唐皇宫四处张灯结彩，只因那独得圣宠的杨贵妃要为自己新收的义子安禄山洗三。伴随着洛你快来，母妃要为你洗三的呼唤声中，300来斤像头猪似的安禄山被几个壮实的内侍齐齐抬进巨大的木桶中。宫女们看着安禄山硕大的肚腩颇为夸张地浮在水上，不禁发出阵阵银铃般的笑声。安禄山也开心地陪笑道：“活让你们见笑了，见笑了。”所谓的洗三，其实就是在婴儿出生3日时，父母为其洗身，为健康祈福的一种仪式。然而这个仪式由32岁的杨贵妃和48岁的安禄山来做，就显得格外滑稽可笑。安禄山洗完之后，杨贵妃拿来上好锦绣料子特制的大襁褓、虎头帽、虎头肚兜等新衣让他穿上，任由宫女们将他抬上彩鱼中，像个小孩子一样，在众人面前里来回转圈取乐。这般滑天下之大稽的场面，在旁观看的唐玄宗并没有觉得荒唐，反而很开心的大撒喜儿钱，并且厚赏了安禄山。谁成想，仅仅4年后，这母慈子孝的一幕彻底破碎。安禄山起兵反唐，杨贵妃魂销马嵬坡，唐玄宗则仓皇逃出长安城。安禄山为什么敢造反？这是安史之乱中很多人不明白的问题。安禄山和唐帝国的兵力悬殊，造反胜率渺茫，为什么安禄山敢于铤而走险呢？其实安禄山的后台大到你想不到。从秦朝至今，中国历史有一条贯穿1000年的主线，那就是关东与关西之争，或者说关东的核心河北与关西的核心关中之争。在秦汉年间，关中地区就等于金庸小说中的屠龙刀和倚天剑，谁得到它便可号令天下。比如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便是定都关中的秦国和定都河北的赵国争夺乱世霸权。作为胜利者的秦国，随后开始了扫灭6国、一统天下的进程。秦国之后便是刘邦、项羽的霸主争夺战，刘邦继承了秦国的基础，而项羽定都彭城，以关东为大本营。而韩信率偏师横扫河北，完成关中对河北的压制，随后和刘邦一起在垓下合围项羽。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刘邦便一统天下。关中地区为什么这么厉害？司马迁早就在《史记》中明示了原因。关中经济占天下经济总量的60%，强大军事实力背后必然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然而在西汉末年，关中逐渐没落，河北开始崛起。汉光武帝刘秀单车巡河北，得到河北豪强的支持，并收服100万铜马军，凭借地利、财富和人口，建立起定都洛阳的东汉王朝。从此以后，河北就成了天下的屠龙刀和倚天剑。比如东汉末年，曹操击败袁绍夺取河北，从此占据天下2/3的资本。西晋末年，杂胡奴隶出身的石勒攻占河北，就可以自称赵王，完成了从奴隶到皇帝的惊人一跃。随后鲜卑慕容部从幽州南下，击败冉闵占据河北，就建立起称雄50年的慕容燕国。直到北魏末年分裂，高欢和宇文泰分别占据太原和长安，关中才在数百年乱世中真正有了一席之地。所以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秦王李世民灭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本质上是关中经过600年的落寞后，突然绝地反击，对河北的关东势力展开清算。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关中和关东地区之间的深仇大恨，这有点类似经历了英法100年战争后英法之间的关系。比如627年，刚登基的李世民和大臣们聊天，说起人口的地域差异，就本能地抬高关中，贬低关东河北。李世民是雄才大略的天降猛男，更有宽容接纳胡人的天可汗之称，却唯独容不下关东地区，满口地域歧视。放今天高低得接受一下网民们的口诛笔伐。可能李世民是无心之过，但无心之过恰恰说明关中和河北的地域隔阂是那个时代人骨子里的东西。那大唐统一之后，东西的地域之争消失了吗？当然没有。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尉迟敬德、温大雅、秦叔宝等关东豪杰出了大力气。可以说，正是这批关东归附功臣要兑现战争红利，
才把李世民推到逼父弑兄的处境上。唐高宗李治要夺回朝廷大权，便联合武则天，借助废王立武事件，拉拢李绩、许敬宗等关东大臣，清算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中权臣。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代，大唐都已经成立100多年，以诗人王勃为代表的关东人士，依然在和关中人争夺大唐朝政话语权。可以说，东西地域之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主导权之争，贯穿了秦到北宋的千年历史，更是大唐前期的主旋律。那为什么河北能和关中争锋呢？主要是因为河北的实力太强了。从汉朝开始，河北便成为土地肥沃、人口繁盛的地区。如果河北势力兼并了河南，那就更不得了。安史之乱爆发前，颜杲卿说得更明白：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而从地理条件来看，河北境内有超大型铁矿，还有繁荣的马市，可以轻松武装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唐玄宗李隆基的天宝年间，范阳节度使管辖9.14万兵马，是天宝10节度使中兵力最雄厚的。再加上东北部的平卢节度使，河北兵马将近13万人，占大唐总兵力的26%。这就是河北的军事实力。实力这么强劲，历史上占据河北的枭雄要是没有野心，那才是见鬼了。在刘秀、曹操、石勒、高欢凭借河北崛起以后，大唐忠臣安禄山又一次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上。要命的是，支持安禄山造反的恰恰是数量广大的河北人民。换句话说，安禄山并不完全是史书中描写的那个佞臣小丑、乱臣贼子，他掌握的是民心。唐太宗李世民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比喻君王与民心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一点不错。对于河北人来说，你所谓的大唐盛世与我何干？唐朝立国时，本就因为窦建德、刘黑闼等人的叛乱，出于惩罚目的，给河北地区加了重税。而随着大唐氏族越来越庞大，为了供养他们，关东尤其是河北地区的底层人民，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贞观末年，大唐的核心功臣家族共有25家，10亿24900户。这个数字对国家和底层人民的负担并不重。但到了开元、天宝年间，核心功臣家族已经膨胀到140家。除了法律规定的10亿以外，随着政治纪律的松懈，他们还到河北等地购买土地和人口。而且很多人除了10亿和兼并土地以外，还有数量庞大的祖业。比如北周8柱国之一于锦的曾孙于志宁，就和唐高宗李治说过：“臣自周魏以来，世居关中，资业不坠。”所谓资业不坠，意思是不论西魏、北周、隋、唐如何改朝换代，他们余家的资产都没有任何损伤，并且在稳步增长。这样的结果便是少数几家私人门阀攫取了整个社会的财富。河北原本就是大唐的赋税重地，税率很高，再加上功臣、士族、官吏的剥削兼并，结果就是河北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纷纷抛弃土地，逃亡山林。河北底层人民的负担重也就罢了，而在大唐士族的阶级压迫下，门第不高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出路。因为大唐科举是不糊名的，答卷人是谁，出自哪里，和朝廷大员的关系如何，主考官们一看便知。于是不能通过科举进步的寒门知识分子，就只能到边塞混军功，希望通过军功打开仕途的大门。于是就诞生了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岑参。我们小时候多半都背过他们的诗。他们哪里是向往边塞的雄浑意境，实在是蹲在长安没出路，才不得不离开长安的繁华锦绣，到边塞谋前程。高适、岑参是有名的，其他没名气的边塞诗人更多。安禄山麾下就有不少。沧州人严庄感到自己在大唐官场没有出头之日，就去幽州投奔安禄山，3、4年时间便出任主簿，成为安禄山的亲信谋士。幽州人高尚年轻时穷困潦倒，为了出人头地也投奔安禄山，数年时间便成为安禄山的长书记，随时可以出入安禄山的卧室，亲信程度可见一斑。这些不被士族接纳而投到安禄山麾下的河北寒门知识分子，为了更进一步，都不惜鼓动安禄山造反，
希望打烂那个氏族统治的大唐。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关键还得看时代的进程。安禄山就赶上这个时代的进程，可见没有安禄山，也会有张禄山、楚禄山。安史之乱这种造反战争是必然发生的。说到底，作为历史的失败者，大唐盛世的被剥削者，经济繁荣且军事实力强劲的河北人，不愿意和大唐一起过日子了。即便安禄山死了，河北人跟着安庆绪继续干，安庆绪死了，史思明和史朝义父子接着打。哪怕在安史之乱平息之后，大唐也没能彻底平定河北，当然河北也没能真正独立建国，而是大唐册封安史降将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李宝臣为承德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三镇节度使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际上是个割据的国中之国，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河朔三镇。而在安禄山起兵的河北，即使在叛乱结束后很久，安禄山、史思明等叛逆竟然都是正面形象，以至于还有人给他们立庙。至于安史之乱成为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连饭都吃不起的河北平民哪会在意史家们的扼腕叹息？人民的选择是很朴素的，谁让我吃饱我就跟谁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李世民的这句话真的需要每一位统治者刻在心里。